從目前得到的訊息，都認為美國這場戰爭啊，戰場上沒打贏，談判桌上也沒打贏，兩者皆輸。現在有一個全新的伊朗已經出現，美國只得到2個承諾：第一個，荷姆茲海峽開放；第二個呢，川普說伊朗承諾說不發展核武，伊朗從來沒有說要發展核武。從這場戰爭打到從頭到尾，人家伊朗都說我沒有發展核武。美國說關鍵你把濃縮鈾弄出來，現在濃縮鈾沒有了，所以美國就得了這2個藥。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到川普說他要停火，急着簽 MOU， 但是我們現在有看到一個現實哦，伊朗的飛彈庫存現在回到了戰前的75%之外，還疑似獲得了來自於俄羅斯的軍武庫的補血。這一場戰爭，美國真的打得動嗎？還是已經被迫承認打不贏伊朗了？第二件事情來看到的是，伊朗一邊他宣稱他已經突破封鎖了，包括看到了5艘的船是直接突破了荷姆茲海峽，一邊他又把他的核地下設施的通道給炸掉，並且在這邊埋下了地雷，以防美軍在這邊奪右。這是在談和平嗎？還是直接在宣布敢進來誰就會對他來做開戰呢？第三件事情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 MOU 上面也特別講到說，這個是美方的說法，他說伊朗說他未來不會擁核，而且海峽會免費的通行，戰後還會呢重建。美方這邊有一個數字說會給他3000億美元，但是呢這些消息都遭到否認，至今美伊仍然是談不攏，會不會因此引爆下一場更大輪的戰爭呢？並且雙方是不是又在為下一場戰爭來做準備？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這一場美伊的戰事打到現在已經將近是4個月的時間了，終於啊，馬上的在幾天後19號就會來簽這個 MOU， 這是來自於川普單方面的說法。他說這個會在19號這一天來正式簽署這個叫諒解備忘錄。他當中特別提到了呢，當初他喊的就是說要摧毀伊朗，他要打垮革命衛隊，終結核威脅。但是我們來做一個統整，到現在4個月了，我們看到政權沒有被打倒就算了，革命衛隊現在呢變得更加的這個更有氣勢，並且我們看到濃縮鈾也沒有拿到，並且呢，伊朗持續的恢復它在軍工的生產哦。更打臉的是，現在呢，伊朗又祭出了新的3招。首先，伊朗的官媒立刻宣布，3艘油輪、2艘貨輪成功突破了美軍的封鎖，成功的通行過去了。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來自於西方媒體的說法，伊朗的庫存已經恢復到了，這個是飛彈的庫存，戰前的75%。甚至可能已經獲得了來自於俄羅斯的最新生產武器的補充哦。最後是美國最在意的有關於濃縮鈾的問題。CNN 報道最新消息，伊朗近期是直接炸毀了濃縮鈾附近的地下通道，並且在這周邊布設了各式的地雷，告訴美國說，你如果敢來的話，你就會遭受到這些地雷的引爆哦。再來，我們來看到了川普總統最新的說法，他拋出的條件是，中東國家如果需要美國的保護的話，需要繳交20%的區域收益給華府。但是這些波灣國家，他們不就是因為美伊戰事的波及，因此被攻擊的嗎？他們還要繳保護費嗎？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要請教介大使怎麼看？川普一邊呢談着說他要和平，另外一邊又說，不排除可能再開戰，如果這個談不攏的話，這是典型的極限施壓的戰術嗎？但是我們看到另外一邊是伊朗快速的補血當中，美軍彈藥吃緊的狀況之下，還打得起第2回合嗎？介大使怎麼看？對，其實就這個目前我們得到的消息，有關這次的這個所謂的諒解備忘錄裡面啊，已經看出來美國已經輸了。美國只得到2個承諾，第一個，荷姆茲海峽開放。那個很多人就說，荷姆茲海峽本來就開放嘛，你打了以後才關閉啦。對，現在人家伊朗說我在開放，這算美國勝利嗎？第二個呢，美國現在沒有提那個什麼哈，就是濃縮鈾擺在哪裡？伊朗不是說我濃縮鈾就藏在地下，我裡面都搞了很多地雷，你不想進來？美國本來說那就濃縮鈾交出來，然後呢送到俄羅斯，後來就說送到中國大陸去啊，把它怎麼樣風度給它哈。給它減低，搞到最後現在啊，濃縮鈾就不說了。川普說，伊朗承諾說不發展核武，伊朗從來沒有說要發展核武。從這場戰爭打到從頭到尾，人家伊朗都說我沒有發展核武。那美國說關鍵你把濃縮鈾弄出來，現在濃縮鈾沒有了，所以美國就得了這2個藥。
然後其他都是什麼？全面停火，包括哪裡？包括黎巴嫩你也給我停火，那不就是把以色列從餐桌上直接放到菜單上去了？對不對？以色列就關心黎巴嫩的，結果呢，現在美國幫以色列決定說，黎巴嫩停火，以色列不要打了。所以說，川普用 F 字的字來罵內塔尼亞胡。我跟你講，內塔尼亞胡還有大部分以色列國民大也在用 F 字在罵川普啊。可是問題就美國就這樣把以色列給賣了。第二個呢，3000億美元的這個所謂的重建基金，你以為美國會出嗎？美國有承諾，那都海灣國家要出的啊，對不對？海灣國家一定會出啦。我跟你講，3000億美金是要給定了。然後這個阿聯酋馬上解凍封鎖的這個伊朗的資金啊，然後其他原來以前說什麼伊朗要放棄導彈能力啊，伊朗的這個軍火啊什麼這些工業要開放啊什麼一大堆都沒有了。所以現在川普昨天還在講說，我們這個條約可能不公開，那不曉得了啊。不管怎麼樣，從目前得到的訊息，都認為美國怎麼樣？這場戰爭啊，戰場上沒打贏，談判桌上也沒打贏，兩者皆輸。所以大家就在講一個問題，就是說，現在有一個全新的伊朗已經出現了，這場戰爭是浴火鳳凰已經出現了。這就是新伊朗，另外還有一個新中東，中東也沒有了。川普還說要收%區域費，這些國家不把你美國趕出去，就已經很偷笑了，對。所以現在這個新的中東也是一個我們值得我們觀察局面。不過川普反正求仁得仁嘛，對不對？最後呢，朋友也得罪光了，然後呢，戰爭也沒打贏，那只得到一點，就是他的諾言實現了。我要生日那天，我要怎麼樣宣布我的最高的理想是世界和平。對，這一場戰事打到現在總共是4個月的時間，大家也在看說，確實是不是有一個所謂的伊朗3.0正式的到來，也就是現在是這個伊朗是由革命衛隊這種強硬派的革命衛隊所領軍的，所以我們也看到，確實伊朗最近的攻勢也蠻大的，除了打了這個在美軍的這個約旦的美軍基地之外，現在呢，來自於媒體的報道還打下了包括 F-35、F-15跟 F-16來自於伊朗的最新說法，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美軍還討得到便宜嗎？那剛剛這個大使也幫我們特別提到了有關於3000億美元的這個重建費，波灣國家要給伊朗的部分，他們真的願意給嗎？那幹哥又怎麼看？我覺得如果說這一張 MOU 只有1頁半的話那真的是在很倉促的情況之下，就卡利巴夫來，我們的視訊，然後就從開始念1到第14項開始念，同意沒問題，趕鴨子上架，趕快簽了吧。為什麼？我川普沒有空，真的沒有空。他現在沒有那個美國時間，真的是美國時間，他真的沒有時間再花心思在這件事情上面。為什麼？他急於達成止血，他一定要止血。這件事情對於他的政治生涯，對於美國現在的政情，以及對於整個世界經濟的影響，都必須叫你要止血了。如果你再不停下來的話，會對你自己本身的政治生命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他必須要停了。當然，他沒有得到濃縮鈾的保證，也就是說，伊朗絕對不再發展，或者能夠在國際能源、核子能總署的監督之下完成我們希望的和平用途，這些可能都達不到，沒有關係，我們先擺在一邊。為什麼？因為我急於達成有限度的條件的和平跟停火。為什麼？真的打不下去了。對，我們標題上面就講打不下去了嗎？真的打不下去。為什麼打不下去？我今天坦白講，等一下我們後面會提到很多為什麼打不下去的原因給大家了解。因為你現在如果要讓美國再進行大規模的監控，其實是做不到的，艦隊本身做不到。然後呢，後勤也跟不上，那要花很多錢。其實據我們初步的統計，到目前為止，在伊朗身上大概已經花了1000億美金了，1000億以上那算是所有最接近的近代這幾次戰爭裡面算最少的。
為什麼？因為只打了4個月而已。但如果再打下去的話，恐怕那個價錢就會逐步高升。你現在要怎麼樣面對自己在美國國內的油價的評議？北海布倫特原油不能在100元每桶的那個盤旋，不能再在那個地方盤旋。為什麼？那就直接影響到物價。川普一定要想這件事情，說我就要期中選舉了，那這件事情我有多少時間可以消化？通貨膨脹它有幾個時間，有多少時間可以讓它平穩下來，讓共和黨能夠到的那個時候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優勢，就是說我川普可以拿來說話的，我可以拿來說嘴的，我可以拿來就我可以很臭屁的跟大家講說，都是因為我川普，所以你就必須，這個不是說明天你就可以掉下來，你要至少要2-3個月的時間，讓它慢慢的緩步下來。國內的經濟有一些起步，有一些改善的話，對於你的選舉當然是有好處的。所以他在這件事情上面，他不能再拖下去了。我總認為說，停火是好事，然後呢，他可以得到就是說一些就是說，基本上國內老百姓所看到的，雖然說參眾兩院都認為說這個到底是什麼協議啊？我們根本看不到內容啊！你就說停火就停火了，協議就達成了，可是我們根本沒看到內容是什麼，不能這樣對國會負責的。老百姓也要看一下，對不對？你就說結束就結束了，那有一天再打起來。赫格塞斯第一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他第一個他就講說，我很懷疑啊，我很擔心啊，對不對？當然這個也是外交辭令啊。可是說句實在話，對於美國的整體外交政策而言，赫格塞斯講的是實話。到底你的和平建立在什麼基礎上面？會不會有一天突然伊朗跟以色列又打起來了？又打起來，川普你的立場又變成了什麼？對不對？那個是要帶美國一起再打重新再打一遍的哦。你有沒有想好你要怎麼做？我覺得他根本沒有想好。不過我們現在就是也把重點來看到是說，那接下來在19號幾天之後的這個會簽的川普說會簽的這個美伊雙方的 MOU， 到底是簽真的還是假的呢？因為其實現在美伊雙方還卡在幾個重點問題上面，不管是濃縮鈾的問題，或者是荷姆斯海峽的問題，還有這個3000億美元是不是要給伊朗的這個費用，現在全部呢可以說是美伊雙方各說各話。先來看第一個議題，就是濃縮鈾，美方說伊朗已經同意了永遠不擁核，但是伊朗說只是有限讓步哦。美方說這個荷姆斯海峽接下來會免費完全的開放，伊朗說呢確實會開放，但是只有60天的我們的技術談判期間之內，在這個之後還是會收服務費。至於剛剛我們提到3000億美元是不是會給伊朗的這一個重建費，川普已經否認了，他說沒有這件事情，還說這都是民主黨自己制造的假新聞。現在看起來雙方各說各話，MOU 真的簽得成嗎？那尚志哥怎麼看？首先，這次不是一個協議，正規的協議。眾所皆知，所謂的 MOU 其實應該說意向書哈。意向書沒有法律的約定，它只表達了一個意向，而且它的全名叫做停火諒解備忘錄或意向書。還有個諒解在這裡頭，就又有原來這個比較大家就是態度上有一個大家我知道你的態度，你知道我的態度。其實像我過去在商業上當中，我們看過很多的這種 MOU， 有時候 MOU 是這樣子，是我表達我的態度，你表達你的態度，可我們態度不一樣，我們還是可以簽的哦。但我覺得這次之所以能夠簽下來，其實無論是怎麼說，我認為對於整件事情，對於川普跟美國來說，最重要是美國國內的因素。是都知道，首先第一個是他的民調已經破已經在30%邊緣哈。你破這個30%，就民調到20%幾，這還是很嚇人的。除此之外，是現在前期其中選舉當中的一些州哈，他們的部分的選舉可以看得出來，民主黨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美伊戰爭的部分開始很多，包括很多的原先共和黨本身支持的州都最後翻盤。我認為在這一波當中來講，這個東西是因為是可以被精算、可以被推估的。再這樣下去，你不要說是跟在這裡頭美國有多少這些意氣之爭當中占了川普有多少面子，跟他有多少下台階。重要的是，你共和黨執政的這個最根本，就是現在在美伊戰爭作為核心因素，通膨啊，其他的經濟發展的這些
都是周邊的，而這個東西讓人覺得是一個義氣，就是一個選民當中的一個 kimochi 的，變得那麼核心跟那麼濃、那麼重的時候，就一定要趕快先有一個化解的結果。所以我們講說，這次 MOU 之後，距離要簽協議還有60天。那這60天，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第一個我剛剛講，除了這次是國內因素，美國國內因素，另外一個我們來仔細看，這裡頭有所有的東西，讓大家很難忘的是什麼？其實就是錢。要知道，這次特別是能夠對於先前伊朗被其實制裁跟凍結的這個幾百億的錢，竟然240億就答應給，還記不記得川普現在就是說，就是奧巴馬先前給這個伊朗錢，你就解凍他的錢，然後讓他才有這個，我是覺得1分錢不會給，對吧？還記得嗎？所以為什麼現在都可以調整？其實我認為這裡頭牽涉到的一方面是這個東西的錢是大家來做一些 trading 一些交換。二方面，其實我覺得，其實重建計劃，我在這4面節目裡頭已經想說，早先在打的1個禮拜就2月底3月初打，才剛打，其實周邊就有很多人已經在看所有波灣國家的重建計劃了，油田要修跟等等的，而且大家已經在籌資金，那只是看中國跟美国的意向如何。所以因為背後牽涉到很多的利益，也就是說，這次只要穩定下來，不要說真正簽和平協議，你只要這60天。把整個波灣，包括荷姆茲海峽的這些油跟經濟跟這些資金，讓它流動起來，現實的流動起來，你要再打，其實不是很容易哦。其實，在當中，你只要大家都習慣了，接下來這種油都動了，資本也都流動了，還有這麼很 juicy 可口的重建計劃，大家可以在波灣大分贓。我覺得這個一旦動起來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波灣上面就會有一個特別的保護膜，因為大家為了利益。不會輕易動手的。那要知道，這次戰爭核心就是美國當時在2月底的時候站隊跟以色列在一起。波灣本身就其實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國家乃至跟伊朗之間的鬥爭。我覺得川普想清楚了這一點，不惜罵納坦雅胡這麼長，他要從裡頭撤退，他要變成一個可以兩方調節的第三方。我認為現在他的戰略是這樣子。第一個，我們來看到伊朗啊，他高調宣稱了，他做了21起的攻擊，直指的包括了美軍基地，還有 F-35的設施。美方說了，這一場美伊的互轟啊，只是一個自衛性的打擊。到底現在美伊雙方誰真的掌握話語權呢？這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今天也會來關心，美伊停火之後，沒有想到還是爆發了最猛烈的交火。那麼美軍一架阿帕契被擊落之後，隨即就用3波的空襲做反擊，這一輪升級到底是局部的報復，還是這個戰爭又在進入到準全面開戰的狀態呢？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也會來關心，現在荷姆茲海峽成為新的導火線，阿帕契疑似遭到無人機擊落之後，代表美軍在低空作戰的優勢被破解了嗎？美軍在波斯灣的海上封鎖能力是不是被伊朗逐步的瓦解？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先來看到這一次的交火導火線，當然就是我們昨天特別提到的一架阿帕契攻擊直升機遭到了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擊落之後，當然了，美軍是立刻的來做反擊了，出動了包括了海空的它的戰機，發射精準導引，一共是3波對準伊朗南部多處的軍事要地。在攻擊完之後，中央司令部就說自己已經完成了這個自衛性的打擊，但他也特別強調，這個美伊談判啊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在這個美國做了這一波的攻擊之後，伊朗革命衛隊就說已經對這個美軍發動了21起的報復性打擊，並且他說摧毀了重要的關鍵目標。我們現在看到美伊雙方各說各話，但是大家都說我有非常大的戰果。具體戰果，今天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細節。我們先來看到伊朗的方面先來看到美軍的方面，3波的打擊，美軍說呢，他打到的地方包括了伊朗南部的海軍基地啊，還有它的防空系統，還有這個飛彈的陣地是葛西姆島飛彈陣地，再來就是南部的軍事據點跟2座重要的蓄水池。革命衛隊這一波的攻擊其實比美軍還要更猛烈，一共是21起的攻擊，涵蓋範圍包括了巴林、約旦、科威特等等美軍的目標。
出動了無人機襲擊，包括在巴林的第5艦隊總部，還有呢，包括了它發射它的固體的燃料飛彈，重挫美軍駐約旦的這個空軍基地，再來還摧毀了多處的這個關鍵目標，包括 F-35戰機的掩體、指揮控制中心，還有2處重要軍事目標，還有就是一架美軍的 MQ-9死神無人機也被擊落。伊朗外長說了，美國若想保全性命，就立刻滾出中東，還要美軍血債血還，自己在伊朗方面會血戰到底。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委員來幫我們看，不是說好要和談了嗎？這一波互攻象徵的意義是什麼？這一輪這樣子攻擊對美軍真的有好處嗎？委員怎麼看？對，其實我們在節目裡頭已經一再跟大家提過，就是說這一次的停戰，某種程度來說，你只能把它當作是一個很脆弱的不穩定的停戰。為什麼我要把它定義成為是一個很脆弱不穩定的停戰？因為在這一次交戰的3方美以伊3方裡頭，真正希望停戰的只有美國。對以色列跟伊朗來說，他們沒有達到他們最終目的之前，他們不可能會停戰的。那麼美國現在是想用停戰這樣的一個借口來打擦邊球，然後想辦法抽離現在中東的這樣一個泥淖。可是殊不知，當以色列跟伊朗都沒有打算真正要停戰，彼此有彼此的戰略目標都還沒有達成之前，這樣的一個停戰隨時都可以破局的。因為對以色列來講，他如果不徹底的摧毀伊朗現在的政權，那他過去這場仗是白打了。對伊朗來講，他準備了30年才跟以色列和美國攤一次牌哦。如果這一次就摸摸鼻子，就這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那他先前死的、先前被炸的，通通都白犧牲了。所以對伊朗來講，他也絕對不可能接受現階段的停戰狀況哦。那麼因此你就會發現說，雖然川普每天都在喊停戰，可是呢，其實根本就沒有停戰。以色列不斷的在攻擊這個真主黨。真主黨也趁機來做出反擊，然後前一段時間你才看到了這個以色列跟伊朗大家互轟了一輪呢，然後呢，川普跑出來說夠了哈，你們彼此都各打了對方一輪了，現在大家停下來吧。川普言犹在耳，才說勸說以色列跟伊朗在那一波的衝突之中大家能夠暫時收手。今天你就看到美國跟伊朗自己打起來了所以這代表的是什麼呢？這代表的是，其實對伊朗來講他為什麼在這一波的過程當中要採取這麼大的攻勢當然，美國可以說叫做自衛性打擊。所謂自衛性打擊，就是一種自圓其說的說法了，就你明明是攻擊人家了，你的蓄水池都攻擊了，這還叫什麼自衛性打擊了？可是呢，他就告訴你這是自衛性打擊，因為自衛性打擊就沒有影響停戰，所以還是在停戰可是對伊朗來講他沒有放過美國，所以他隨即馬上就展開更大規模的攻擊了。我認為伊朗做這波最大規模的攻擊，主要是幾個重點就第一，他吃定美國想要停戰，所以呢，我現在就算打了你，你又能如何呢？你有種就打我你就有種宣布撕毀停戰，大家重新回來打嘛，反正伊朗早就準備好了。第二個，伊朗現在在部署的如果你仔細看一下伊朗這一次發動的21個重點的打擊，它其實在持續的削弱美軍在中東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基地的部署的能力所以在上一輪就是在上一輪的這個全面開打的過程當中，它精準的摧毀了這個美國在中東的15個基地裡頭的228個重要的據點。可是呢，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是只有伊朗在重新修復，美國也在做重新修復的動作。所以，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就不難發現，伊朗現在在幹嘛呢？他在為下半場先做準備了。就是呢，如果真的有下半場，我在這一次又一次的小規模的衝突裡，我持續的削弱你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這些相關軍事基地的部署。我等你真的要打下半場的時候呢，你也不見得有足夠的實力來對付我。好，所以現在的醞釀零星的這些攻擊，其實算是大規模的攻擊了，是不是在醞釀的是下一場更大規模的一個攻擊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一休。另外呢，伊朗的外長還嗆說要血戰到底，他的底氣，一休又怎麼看？首先，我們先講到第一點呢，這是一個死循環。怎麼說死循環呢？因為現在這裡面所有最大的第一變因是，其實是以色列的 BB 納坦雅胡。好，納坦雅胡呢，因為他只要任何時候停戰，基本上他就別幹，因為他的貪腐問題，因為他這個私人有非常多的這個就是這個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這些關係目前裡面很多人其實已經對他有一點不再吃他那一套了。
所以現在大家對納坦雅胡有點疲勞。那這個疲勞呢，其實以色列國內是伺機而動。前陣子這個停戰的時候，其實抗議納坦雅胡的風聲是一波大得過一波，但是因為現在是暫時內閣就點住。好，那他怎麼繼續戰爭呢？問題就在於說，以色列要繼續長途轟炸這個伊朗，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因為它必須靠美國的加油機才有辦法形成大規模轟炸，因為它這裡此距以色列到德黑蘭市中心要1500公里，所以它沒有辦法這樣長時間的維運。好，那怎麼辦？他就去打這個伊朗最堅實的盟友，也就是在他北邊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但這個主要就是什葉派的阿拉伯什葉派的一個據地。那所以現在以色列繼續打阿拉伯的这個黎巴嫩真主黨，已經打到利塔尼河了。利塔尼河是什麼？利塔尼河以南，我們一般稱黎南，以北就進入到黎巴嫩中部，那個已經進入到黎巴嫩中心區。也就是因為這樣，他還轟炸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伊朗就無法忍受，因此就大規模的去發射了3、4、5波的這個導彈去攻擊了這個以色列，所以這個就引發了一波的互相衝突。是，那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啊，黎巴嫩對於伊朗是不可失去的。而伊朗呢，它的回擊是什麼？第一，打以色列；第二，就打你美國。因為我打你美國，你美國才去拉住這個以色列嘛。我炸以色列也太遠，所以我雖然有一些，比如說尼什飛彈啊，這幾種比較長程飛彈，但基本上來說，對於這個載彈量還有這個密集度的覆蓋來說，它還是不夠，沒辦法給予以色列足夠的壓力。而且以色列背後又是美國源源不斷的攻擊這個武器嘛，所以這個是形成了一個死循環，就是一級以色列打黎巴嫩真主黨，黎巴嫩真主黨讓伊朗透過打美國來牽制，而再壓迫美國再去牽制以色列。但這裡面沒有任何人是斷點的話，那完蛋，就是不斷的在那邊尋找。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此消彼長。剛才這個大千委員有提到一個問題啊，伊朗跟美國都在做準備，做第二下半場的準備，但是下半場準備靠什麼？靠工業能力。雖然大家看起來伊朗有點窮，但大家不要忘了，伊朗的工業化是在上世紀1970年代就已經做初步的完成。伊朗擁有整個中東世界唯一全產業鏈，主要的8大門類它通通都有。雖然它的科技能力因為長期的制裁，可能一般來說我們預估停留在2000年或者1990年代，當然個別門類還不錯，比如說飛彈能力。所以伊朗的工業能力是能夠自產自銷的。伊朗幾乎所有的礦產，主要礦產它幾乎都有，包含鈾。它只有唯一就是鋁土稍微少了一點，但是這影響不大嘛。哦，主要呢，你有鋼鐵那個事情就解決了。它有最多的石油，它是世界上原油儲備第3多的國家。哦，那也是世界上的天然氣儲備第2多的國家，所以它的工業原材料它是源源不絕的。大家知道旁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甚至像是伊拉克，很多都是大量的使用伊朗的工業產製品。所以此消彼長在哪裡？我可以不断的工業再現造血能力，而你美國啊，去工業化太久了。你光是要補充彈藥，你看台灣現在光排隊啊，說要排這個薩德菲，要等5年啊，5年還是基礎的，所以這此消彼長，我不怕再跟你衝突嘛。第3點哦，這個川普現在最在乎的是什麼？川普訪華取得一個最大的成果就是3個 B，Beans Beef Boy，Beans 這個大豆 ，Beef 牛肉，這都是紅脖子州要的。哦，這是川普的基本盤，共和黨基本盤，農業州，波音北卡州的重要產線，這個是搖擺州。要落實這些具體的成果，那就必須要趕快停戰，專注回到經濟發展，因為這是習川會的具體成果，要趕快帶回去。所以這裡面就是川普着急，那伊朗就是利用你這個着急，讓你去壓迫以色列，因為只有納坦雅胡停下來，這整場中東戰局才有停下來的可能性。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伊朗底氣，既有自身工業能力，也有在這個大戰略形勢上的過程，還有看穿了川普現在的急眼。好，剛剛特別看到的是這個伊朗的底氣有3大底氣，那我們再來看到伊朗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底氣，等一下請幹哥來特別幫我們看，這個地點就是在荷姆茲海峽，因為呢我們要來特別做觀察的事情是不是伊朗現在已經掌握，特別是在荷姆茲海峽這邊低空的一個空軍的優勢哦，讓美國是暴露在伊朗的它的這個包圍之下，原因是因為我們來看到阿帕契這一次，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它墜落在荷姆茲海峽。那現在根據了解，應該當時在做的事情就是進行在荷姆茲的監視啊、封鎖、攔截任務。結果後來是傳出是遭到了無人機，也就是見證者無人機給擊落。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代表說，因為呢，這個荷姆茲海峽就代表說它已經不是美軍可以自由掌控的一個戰場了。這個是這個伊朗方面要特別宣示的一個
一個立場哦。那也代表說美軍它在這種低空飛行或者是慢速的近海操作，已經完全暴露在伊朗的這個防空網之下。那我們也特別來看到伊朗它在低空的這些部分，到底具備哪一些它的優勢？包括在這邊它有霍爾達德15防空系統，還有各式的肩射防空飛彈跟它的反艦飛彈網等等。幹哥怎麼看？好，你要看到說，我們第一時間我們就想到說，這個一定是被肩射飛彈擊落的，就是單兵武器，对不對？或者它是被比較低空的防空飞彈系統給打下來的。照理講，這才比較符合我們的研判。可是這一次，大家可以注意看川普的講話，以及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美國中央司令部他們的釋出的一些訊息。雖然不多，但大家看到我特別帶了這一架 AH-64E 來給大家看啊，這個就是阿帕奇直升機。從上面看，它就是長弓雷達，長弓雷達可以看到多遠？它可以看到40到50公里之外的目標。也就是說，我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然後為什麼會有長弓雷達的意思？就是說，其實阿帕奇它都是停在樹梢的高度，所以說你常常會讓敵軍看不到。這就是它的優勢。等到它已經算好你的距離的時候，它發射，它用它的光電頭在這邊，它的光電頭在這邊，它發射它的光電頭，用雷射測距儀測出距離之後，然後它就會指揮這下面的地獄火飛彈進行攻擊，一次帶了16枚。大家看到16枚嗎？這是4枚，4枚旁邊還有再8枚，總共有16枚。就代表它可以對付16個目標，在正常的狀態下，它在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場上面，它是對付坦克用的，所以它為什麼叫坦克殺手？那像這樣子的直升機，所以它常常飛到荷姆茲海峽的上空，它也是低空飛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要把它打下來，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所以為什麼這一次事情一發生，照理講革命衛隊他一定要講啊，我幹的，我幹的。我現在就馬上發布消息說，你看，美帝的那個最強攻擊直升機被我打下來了，可是沒有你知道為什麼嗎？後來我們進一步分析才知道說，原來它是被見證者無人機撞下來的。我為什麼用撞這個字眼呢？因為說一句實在話，因為如果說是見證者知道他在哪裡而去攻擊他的話，那你大可公布戰果。可是這次連阿帕奇的飛行員都沒有受到紅外線警告，沒有受到紅外線警告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來打我的不是飛彈。於是無人機的紅外線訊號跟軌跡很低，所以不是被飛彈打到的，而是被無人機給打到的。這就完全顛覆了我們的觀念。什麼意思？現在可以用無人機來打你，這件事情在俄烏戰場上已經發生了，所以美國沒有提供太多的那個阿帕奇直升機給烏克蘭。為什麼？他知道沒有用，碰到無人機必死的穩死無疑。但是這次在伊朗，在荷姆茲海峽上面驗證了說，原來見證者可以打阿帕奇這件事情，你就會覺得說，這完全是顛覆了我們的想象，可以打得到你哦。而且我跟你講，那麼小小的一架，竟然可以把這一架高達2000萬美金的直升機給揍下來。然後說句實在話，革命衛隊他們自己也是在盤算說，奇怪，我們到底放出幾架，在什麼空域，在什麼情況之下打中了這架直升機，而這架直升機上面的飛行員怎麼沒有回避，怎麼沒有發現無人機？代表什麼？代表無人機根本防不勝防嘛。你算不到它的距離，你算不到它的方位，跟算不到它的軌跡，所以你才會被它打中。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後再來一點呢，就是說為什麼這2名直升機的飛行員竟然，通常來講的話，只要被那個就是說飛彈不管任何的武器打到大概上面的飛行員都不會倖存的。為什麼？因為他沒有彈射椅。他彈不出去，他一彈射出去，一定是打到自己的螺旋桨。是，所以坦白講，直升機飛行員是非常危險的。然而他們就這一次終於可以疊在海裡面2個小時之內
被美軍自己救回去，這又是另外一章。什麼一章？就是說直升機飛行員他竟然可以死裡逃生，而且他死裡逃生是誰救他的？是無人艇救他的。這件事情是很大的戰術意義。為什麼？因為無人艇來救我啊，通常都是要有人的吧，不然你怎麼知道他落在哪裡呢？因為他們的信標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說它的信號的，它可以發射信標大概48小時，結果他在水裡面泡了2個人一起抱在一起泡了2個鐘頭之後就被找到了，被找到之後由無人艇救回來。這在我們所有觀察家裡面的視角裡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因為這個 Chronic Corsair 就是克羅尼克海盜式無人艇，才7公尺那麼長而已，那麼小一台，竟然可以把2個人給載回來，這又改變了當地的一個戰術的態勢。不過無論如何，結論是說，今天如果說伊朗的無人機可以輕易的就把 AH-64給打下來的話，那伊朗還有很多秘密武器，你可不知道。所以我覺得美國刻意在淡化這件事情，然後接下來的發展就會更加的耐人尋味了。就是伊朗難道要封核15年確定了嗎？來換解禁，等一下就細節會來特別一次做觀察。川普在這時候高喊說，美伊的協議已經正式的進入了倒數計時，尤其呢 ，CNN 做了一個計算，川普說已經快要達成協議了，喊了37次，是不是這一次又是狼來了呢？那我們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另外，今天會特別關心到的是伊朗的這一艘潛艦哦，可以布雷，它是一個迷你的潛艦。等一下就它的戰力細節也來做一次比較深入的分析，威脅直指荷姆茲海峽。好，先來關心到的是在美伊衝突持續升高之際。我們看到了川普在9號這一天又在喊話了，他說呢，美國跟伊朗的核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到了最後階段，而且呢，他說2到3天之內就能跟伊朗簽署協議呀。他說呢，接下來簽完之後，伊朗會全面的禁止擁有所有的核武，而且呢，荷姆茲海峽在我們簽署完的當天就会立刻可以重新開放了。他還說呢，等到開放之後，油價就會大幅的下降。我在2週之內就會取得這一場重大的勝利。講完之後 ，CNN 就立刻很酸了。他說呢，我們做了一個統計，從3月份美伊開戰到現在，川普啊，你至少已經說了37次，說你會即將達成協議，真的嗎？這一次真的可以成真了嗎？那另外一方面呢，外媒也做了一個披露，說這個美伊的和談現在是不是看起來真的有希望了呢？因為根據了解，美伊雙方正在談的一項是有關於伊朗將會封核達到15年，伊朗會答應嗎？我們來看到這個細節哦，包括了說會伊朗的方面停止濃縮鈾、稀釋濃縮鈾的庫存，還有拆解部分核設施，接受國際的突襲檢查。來自《紐約時報》的方面又做了一個比較細節的分析，他說呢，這15年被視為是一個折中方案，原因是說美國原本是提要求凍結20年，伊朗是提10年，所以中間的這個15年被視為是美伊雙方各讓一步的一個折中方案。另外呢，其實美伊在沒有辦法達成協議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關於核設施的部分，到底要不要拆除呢？那美方的方面說呢，已經要求說3座主要的核設施都必須要拆除，包括了納坦茲、福爾多跟伊斯法罕。但是傳出來呢，伊朗說3座當中，我只願意拆除當中的2座。而且呢，美國很緊張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當中這邊我們剛剛也提到福爾多嘛，這個在這個奧巴馬時期曾經生產過，在這邊生產過這個類似武器級的燃料，讓美方針對這個議題是特別的謹慎小心的。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的？如果伊朗，我們先做一個假設，願意接受15年的協議，代表川普成功逼這個伊朗來做讓步嗎？還是德黑蘭它其實有更大的一個戰略目標，是為了先換取解除制裁嗎？那川普喊的2到3天之內會簽下協議，CNN說你已經喊37次了，說你快成功了，真的談得成嗎？委員怎麼看？對，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講到說，現在的停戰哦，是一個非常脆弱而且不穩定的停戰。在停戰的過程當中，其實大家互相還是在打來打去哦。那麼，但是只要你說停戰，它就是停戰。
可是有一些事情哦是混不過去的，就達成協議這件事情是混不過去的。所以呢，也許你接下來會看到為期1年2年的停戰，但是這2年的過程當中，仍然持續的不斷有零星的大小規模的衝突。但是如果也真的要照川普的期待說要盡快的達成協議，我認為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這一次的談話將會被列為他第38次的狼來了的這個唬爛的一個這個論述了。而且大家仔細注意一下，這個川普在每一次放話說要達成協議、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他們都玩了另外一招，他們都會去找一個美國的媒體來配合放消息。所以呢，除了川普的談話，你就會看到某一家美媒開始就放出訊息了，說這個協議的內容是什麼？這個協議幾乎已經談好嘍，然後現在就放在川普的桌上了，等着川普要簽署了。包含像這一次，你看到說這協議快談好嘍，從這個10年、20年取得折中15年，現在就只剩下最後一點點的這個歧義，只要解決了就好了。可是，在這過去的37次加上這一次的第38次裡哦，你都會發現最後伊朗就出來打臉了。那麼我不要講說前面那幾次啦，你就講第37次是上周才剛發生的。川普說什麼？說這個周末就可以達成協議了。那我就很好奇，那這個周末到底達成什麼協議呢？這個周末，如果你還記得，思敏，這個周末就是以色列跟伊朗2個人對打了一輪，就不但沒有達成協議，以色列跟伊朗2個人狂轟猛炸對打了一輪，還需要川普出來按捺雙方，說大家冷靜哦，大家不要再打了。好，所以呢，你看到川普說第38次就是我們現在聽到的這一輪呢，38次就要達成協議了。那如果真的會達成協議，那我們剛才在上一輪討論的這個美國跟伊朗的互打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就都已經要達成協議了，美國有必要去做什麼自衛性打擊嗎？伊朗要發動21次的攻擊嗎？所以這又是另外一次的鬼扯啊！就是事實上，美國跟伊朗要達成協議，根本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彼此的立場是完全的南轅北轍，天差地遠，不可能有交集。大家看到剛才電視牆上講的，美國這個透過西方媒體放出來的這個認知作戰，說這個協議內容達成完之後呢，荷姆茲海峽隨即就要開放了，這就美國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了。笑死了！如果伊朗真的同意了這樣的協議的話，那伊朗的那些人都白死了。那100多個烈士是莫名其妙的被殺了嗎？然後伊朗的民眾莫名其妙被炸了，那160幾個這個女性的小學生也是莫名其妙的犧牲了。這筆血債沒有血償，然後伊朗還要往後退，伊朗怎麼可能會接受這一點嘛？所以我根本上就認為，現在所看到的所有的協議的內容，你不管講說這個濃縮鈾核設施，光是荷姆茲海峽這件事情，伊朗就不可能會讓步的。伊朗在這件事情裡，他如果讓了，摸摸鼻子退回來了，真的簽了一個這個莫名其妙的協議，那麼伊朗就等着2年後、3年後，美國跟以色列會捲土重來啊，準備好了再一次把它殲滅掉。所以對伊朗來講，他的看法，我認為伊朗盤算的很簡單，我付出了這麼大的犧牲跟代價，如果我沒有辦法一舉把美國驅離出中東，如果我沒有辦法一舉奠定我在中東這個霸主的地位，那麼這場仗我不會停的啦。好，其實是現在雙方在和談上面真的是南轅北轍，雙方提出來的條件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剛剛也說了嘛，外媒提說這個可以封存15年，伊朗有可能答應，有這樣子一個說法，一休又怎麼解讀？我認為第一個核武現在幾乎是不可能談判的，因為這個已經是變成小哈梅內伊他的一個核心了，他直接已經下了他的教令，說禁止這個武器這個用作這個濃縮核，就是濃縮核原料這部分出口。本來一度有傳出說是不是透過大國啊，也有人就說可能就是北京來作為這個武器部的一個儲存。當然，我認為北京是不會接這個茬了哦。那也有人說到是不是由巴基斯坦來處理。但我覺得這所有的窗口都過去了，因為只要以色列繼續打真主黨，都會被德黑蘭視為毫無誠意。所以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只差別是接下來是要大打還是小打。但是美國是不願大打的，因為現在美國任何的大打，那川普現在的支持度大家知道是多少嗎？是25%負的，不支持60%，支持35%。所以這個對他的其中選舉來講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還有一個點就是說，川普目前陸續已經開始初選，已經通過。初選之前，你還可以裝聾作啞，因為在初選階段的話，馬卡帕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幾乎在國內包含像有一個這個參議員，他是本身是當時這個白宮這個動亂的時候，他是投下反對川普那邊的，結果他被川普用初選做掉了。但問題是你總要進入到大選，當你進入到大選的時候，
，MAGA 的票是不足以贏得這個勝選，所以這是這整件事情的關鍵。現在美國呢是等於說有點被以色列架着，但這個架着他想下去又下不去，就非常的尷尬。那我自己個人的觀察是這樣。伊朗知道這個概念，所以反正拖嘛，我已經拖了40年，無所謂吧。1979年開始到現在被制裁，不被制裁了幾年了，這就無所謂。所以沒有伊朗有拖下去的底氣，但是美國沒有拖下去的辦法。而且更直白的講啊，現在你剛剛跟這個透過中美會談，你架構了一個全新的樣態，什麼樣態呢？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是什麼概念？也就是從原本的冷戰對抗敘事轉換到合作競爭敘事，要競爭，但是以合作這個穩定彼此，不要發生強衝突，因為一旦發生強衝突叫什麼？鬥則兩害。美國要做霸主沒辦法嘛。那可是問題是，好，你說要合作，要合作競爭，那重點是你要趕快發展自己啊。你美國現在一個被俄烏戰爭拖着，另外一個又被伊朗拖着，而中國大陸現在呢高歌猛進，他要做什麼？等一下我們還會討論到，包括後面這個 AI 的一些問題。那你這個不就是一直在錯失你自己的時機嘛？而且事實上也會因為你這樣非常被動的形態，你在接下來9月份的時候，現在習近平還要過去啊，9月24號這個中秋節前夕，那再過去的時候，那再談一次，那形勢又是怎麼樣了？這個是整個觀察的要點，所以我覺得現在川普的問題就在這裡，但他必須要下一個決心啊！如果要這件事情有個結尾，他必須狠起來對以色列。所以現在有些網友在笑稱啊，那乾脆美國不要再炸伊朗，美國直接去炸什麼？美國直接去炸耶路撒冷，去炸特拉維夫，直接把納坦雅胡給做掉，這事情就解決了。是這個是有可能的，這當然不可能啊。但是整體來講，只要把美方的這邊對伊朗的就說對以色列的武器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的話，我認為以色列的後繼是很困難的啦。好，我們剛剛就這個政治外交面做了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那我們也來看到，在這個和談上面，剛剛我們說了嘛，不管是濃縮鈾或者核武問題、核設施問題，看起來都是無解。那荷姆茲海峽問題有沒有可能有解呢？尤其現在還有一個卡關的事情，就是伊朗現在持續的在荷姆茲海峽這邊秀它的軍事肌肉。現在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它最新的一個迷你潛艦哦。根據了解，它是叫做隱形守護者，是可以在這邊偷偷的靠着這個潛艦繼續的布雷的。來看到它的小檔案，它叫做加迪爾級的迷你潛艦。伊朗呢，根據了解有16艘哦，每艘其實不用10個人操作，它可以搭載2枚的魚雷跟2枚中國大陸設計的 C704反艦巡弋飛彈。那幹哥怎麼看它的戰力？對於美軍的威脅有多大？好，這就是標準的叫做不對稱戰力。什麼叫不對称戰力？通常來講，我們說潛艇，你看我們的這個海鯤艦要下水了，對不對？我們現在的泛指的這樣子，就是一般正常的海權國家，他們要派出去的潛艇都必須要接近2000噸，這艘船只有120噸而已，然後它有16艘，它就像小蜜蜂一樣，它是完全不對稱的。可是這小蜜蜂太可怕了，你知道它身上帶了什麼嗎？它竟然可以帶重型魚雷，雖然不多，它可以帶2發，但是它還可以再帶2枚由中國提供的 C704巡弋飛彈。那這個是從最早的 C803鷹擊飛彈給這個改良而來的。這麼小的一艘船，你知道這艘船有多大？你知道，它大概只有29公尺，就是我們等一下一出去看到公交車，是台灣的公車啊，就跟那個公車一樣大，寬也一樣大，長也一樣大。這麼小一艘，它其實老實講一句，它不算，它只能夠算是一種載具，它連艇都不算，因為上面坐不到10個人，再多1個人那個船不行的，跑不動了，因為它才120噸而已，它很小。可是它載了這麼多武器，等一下它還載了20顆水雷，你就想到這麼小的載具，它可以帶這麼多。好，我來把它的身世揭秘給大家。比如說，伊朗怎麼會有這麼多小潛艇呢？它的作用就是放在荷姆茲海峽，然後看到美國海軍航空母艦不敢進來啊，但是驅逐艦敢進來，驅逐艦進來這，那我要提醒你一下，這些袖珍潛艇就是由北韓的技術提供而來的。它的戰果是什麼？戰果是2010年韓國天安艦被炸成2半的事件，大家想起來了嗎？就是這個潛艇幹的，就是這個潛艇幹的，就是這種加迪爾型小型潛艇幹的。它秘密發射了1枚魚雷，然後天安艦不知道被誰打到，突然說艦長，
本艦中彈了，哪裡？水線以下，水線以下中彈是沒有救的。氣艦，那艘船有2000噸，是當時韓國最新發展的普鼎級的護衛艦，2000噸啊，不是很大，但是老實講一句，它對付潛艇綽綽有餘。然後它大概在2個鐘頭之內就沉沒了，沉沒在黃海，它叫做天安艦。所以這件事情引起國際很大的震撼。真正的不對稱戰力，我用袖珍潛艇把你的正規的巡邏艦給打沉了，就是這個潛艇幹的。所有的技術從北韓移植而來，所以我講完故事之後，大家會想想看，這玩意兒可不可怕？非常可怕。而且它部署在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的深度只有最深的地方最多60公尺而已。它躺在荷姆茲海峽的海底。它可以躺着，為什麼？它不用開動，它只要發現了如果有美國的精銳的這個系統，比如說飛彈驅逐艦靠近來啊，或者是航空母艦之類的，它可以發射魚雷在那邊等待你，或者它可以布下水雷。那你說美國敢進到荷姆茲海峽嗎？它絕對不敢的。然後遇到這件事情之後，你會發現它更不敢了。所以這個戰爭，像委員講的，還有得打。